加拿大有一个礼遇的制度，礼遇制度，对，就是排在那个食物链的最上层，最礼遇的是小孩子。对，那第2名的话，再来是老人，就是所谓的长辈。长辈，对，然后第3名呢是女生或是妇人。那第4名呢？第4名就是不是我们？就是底层。对，是我们吗？不是，第4名是狗。是狗。大家好，我是米娘，我是米爸，欢迎来到我们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频道的朋友呢，我们这频道主要呢是分享加拿大的生活、旅游跟一些经验分享。喜欢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分享，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坐在一起拍片了？超久。自从9月份开学之后，每天超忙，我功课很多，然后要一直考试。最近的影片你会发现很难得都是米爹自己上场，然后他最新的影片还是自己剪的。难得我们一起拍片，很感谢上一集大家很热烈的回响，那我们也收到了周遭很多亲朋好友们的关心，就你们还好吗？因此上了民视的报道。对，这个很意外。说真的，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真实在这边生活半年的一些经验分享给真的有想要来的朋友们。那当然，一个国家有优点，一定也有缺点，所以我们之前分享了一些我们觉得比较不好的那一面。那这一集呢，我们要分享给大家5个比较好的很棒的那一面的优点，所以你本来如果看了我们之前那一集有打消，觉得说啊不要去加拿大，我们去别的国家好了，那这集你一定要看完哦，说不定又会燃起你想要来的希望。分享第一点就是，虽然这边的物价很贵，但有些东西相较之下其实是算便宜的。我们列出来有哪些东西是相对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这边的牛奶啊、蛋啊、吐司啊、水果啊、优格。如果你是刚来或准备要来加拿大的朋友，这些牛奶、蛋、吐司应该是你最常买的3样东西。那这3样东西也是我们几乎每个礼拜很频繁在买的东西。分享一下，这边1罐牛奶2公升的大概是加币5块到6块左右，台币大概130、140左右。对，但2公升哦，很大一罐。对，大概可以喝个1个礼拜左右。如果你每天这样子喝了，每天喝啊，或者是泡拿铁什么的。一条吐司大概就是加币2到3块，有时候它会某些超市它会特价，就是2条5块钱。叫台币的话，大概就是有大概50-60块左右。对，那蛋一盒这边大概都12颗，那如果特价的话，大概都有买到3点多的，3.49，对，或3.99的。所以其实这折合台币大概都不到100块。那虽然所有东西换成台币都不算超级便宜，但考虑到加拿大的物价来说，相对来说这些东西还是算便宜的。那另外呢，我们要分享这边的优格种类超级多，而且都蛮好吃。我们以前在台湾其实也有试图想说去买一些优格，但都觉得味道不是奶味太重，不然就是没味，就是我说不上，不是外国月亮比较圆哦，这是真的。就是这边的优格呢，它比较怎么讲？口味比较多，对，口味真的超多。就是某一个牌子的优格，它大概会出4到5-6种的口味。就你要吃草莓的，要吃莓果的，有芒果的，还有香草的。对，所以每一种牌子的口味都超级多。所以我们其实每一种牌子其实都多少都有吃过一些。对，所以我们大部分买的会是 Activia 或者是 Liberté 这2个牌子。那我们实际上也会放在画面上让大家看一下。对，大家可以去吃看看，如果人在加拿大的话。也蛮常去 Costco 买那种小罐的优格，它有集合的一大堆的优格，各种口味都买得到。Costco 其实也有卖那种一大桶的，你知道无糖的，就如果你个人比较养生，不喜欢甜的那种一大桶优格，我看也是非常多人去搬。除了优格之外，其实我们在这里买最多的就是这里的水果这边水果也很多。对，而且这里的水果有些品相真的是好吃又便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边的香蕉，这边的香蕉真的超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这大概是5-6根的香蕉，然后结账我记得这个才1.8块吧，1.8就大概40块左右。对，一根平均下来不到台币10块钱吧。对，而且也还蛮好吃的，还不错。对，那如果放到快烂的时候，我们就会打成香蕉牛奶。对，然后这边的无籽葡萄我们也超常买的。因为无籽葡萄在台湾的国外超市啊，还蛮贵的，而且很多都有时候会遇到不是很甜，可是这边无籽葡萄的
踩雷的几率比较低一点。对，不管是绿色的还是紫色的无籽葡萄，我们都买了很多次。我记得折合台币大概都只有200块左右吧，然后一大盒，对，那可以吃。如果你每天吃，搞不好可以吃1个礼拜到2个礼拜左右。对，所以这边的葡萄我们蛮常买的。那当然还有富士苹果啦，因为我们要给米哥哥准备他的下课的点心。下午茶，下午茶就是吃水果。对，这边的水果其实相较之下折合台币，我觉得都不到很夸张的钱。对这边的物价来说，真的是便宜的。水果来说，选择也蛮多元的。所以其实加拿大其实并不会什么东西都贵，就是如果你是挑对东西，而且如果你是几乎都在家里煮的话，其实是省不少钱的。所以在物价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水果、牛奶、蛋、吐司、优格，这些都算不算很贵的东西？这些品项其实都还不错。来分享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多伦多非常少下雨。对，真的非常少。今年4月底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这边的湿度，大概45左右。我之前在台湾，因为我们以前是住在林口。对，我们湿度很长，都80-90。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米爹甚至米哥哥很常过敏，鼻子过敏。对，我是会对空气过敏的人，会用卫生纸擤鼻涕或者是打喷嚏。对，有时候会用了一盒卫生纸，然后就在擤鼻涕。但我来这边半年，我几乎没有擤过鼻涕。没有，这我们最近突然发现，我说，对你最近怎么好像比较没有在擤鼻涕？对，突然就因为这边空气很干，然后又不常下雨，所以那个过敏自然而然就好了。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来之前，我也有看过有一些妈妈们分享说，自己的小孩在台湾其实也是过敏儿，因为空气比较潮湿嘛。那自从来这边，过敏就自然而然的好了。我当时还想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就一来实际上的例子让我觉得，真的对，所以空气干燥也是这边的，我觉得是个优点之一。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因为这边很干燥，所以嘴巴、嘴唇啊，就还有皮肤很容易干。对。我最近摸米哥哥的脚，它其实就已经有点粗粗的了。对，很干，它就一直抓什么的。所以大家如果来这边，记得要准备一些，也不用准备啦，这边当地也有一些乳液啦，对，或者是木瓜霜、凡士林这些，我觉得就真的是必备的。这边不常下雨到多不常下雨呢？这个半年大概下雨天数我们超过5天呐。就是白天几乎不会下，然后大概接近傍晚后，它会下一点毛毛雨。可是那时候人都已经在家了，所以你也感受不到下雨。然后这边下雨就几乎就是很快就过了，就是毛毛雨。你会发现他们当地人很多不撑伞，那也是有原因的，它就是下一个时段。对，相较加拿大的其他城市，多伦多我觉得算是很不常下雨的。就我们实际在这边住半年来说，我们很少，几乎不曾在马路上撑过伞，我觉得应该不超过10次。我哥哥他自己有一把小伞，他每天都很期待说：“妈妈，你问一下 Google 今天会不会下雨？”每天都很期待要把它打开，所以一下雨他就很兴奋。你就知道这边下雨真的是很少。对，所以如果不爱下雨的人，其实你很适合来多伦多的。对，或者你有过敏的话，其实 maybe 这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第三点，那因为多伦多是一个很多种族融合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各个国家都会在每个地区都会有所谓的聚集地。那比如说这边也有所谓的小香港啊、小韩国街啊、小日本啊、小意大利啊。我们平常就很常去韩国街去吃东西跟采买。这边的那个韩国街街道很神奇的，就是你一踏到那个区域，整个招牌都会变韩文。对，所以虽然我们来加拿大半年没有出过加拿大，但是其实你开车半小时1个小时，你就有出国的感觉。你是真实有觉得好像踏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感觉。那当然这边大部分华人会在北边，那边有小香港啊、小中国啊。如果你是一句英文都不会讲的，其实如果你是住在 North York 或 Richmond Hill 那边，是真实可以不用讲英文的。对，你可以进去就跟店员直接讲中文。所以我觉得加拿大这边因为种族文化很多，所以不同区其实也各自有自己的一个小聚落的感觉。或者是你很常会在韩国街看到很多有一些外国人啊，有没有吃那韩式料理就拿筷子这样，就很神奇。对，明明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家，可是却好像外国人跑到亚洲来的那种感觉。对，你知道有一点那样的感觉。而且就是各个国家种族人都融合得很好，就很习惯这么多种族人的在附近在周遭的感觉。对，是一个蛮神奇的体验。不管你是英文讲得好或不好的台湾人或者是香港人，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来加拿大生活的话，其实你可以体验到各个种族都融合得不错，不同的文化。然后多伦多这边其实不定期也会举办一些，例如
说墨西哥文化节，对对对，然后巴西节，什么台湾的夜市，对对，印度的夜市，什么什么等等的，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真的种族超多，所以活动也非常的多，这算是一个优点之一。我觉得其实还蛮大优点的，爱的就是相对歧视会比较少。几乎没有歧视，对，因为我有开始上学了嘛，就发现说，其实班上国外的学校就大家很踊跃发言，印度同学举手然后叭一直讲。我说真的，我真的听不懂。那你会发现，很多老师是白人，他们也是很耐心听他就说如果他听不懂，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就会问那印度同学，因为同学还是很热烈，再讲一次，我就觉得哇，那画面太美了，真的。所以我觉得这边我觉得蛮棒的是很多的种族文化，那彼此大家也真的都很尊重彼此。像我们刚刚去超市买东西，有一个来自于意大利的店员。对，也跟我们聊天聊得还蛮起劲的。对，跟我们聊这边聊天气，然后提醒我们这边要记得要穿多一点然后要配一个好一点的鞋子防水，因为最容易滑倒，冬天的时候。对，所以他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是亚洲面孔，或者是刚来加拿大去超市买个 grocery 而已，然后他们也很热情的，他们聊天了。好，那我们要讲到第4点，就是第4点，如果你是跟着我们一样，就是带着小朋友来加拿大了。我必须说，这边当地人对小朋友是各种的礼遇，太棒了。对当地人看到你牵的小朋友的话，多数人都会跟你笑着打招呼。我们如果会经过那种需要开门的店家，其实如果你是推婴儿车的话，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帮你抵着那个门，会帮你抵着那个门，不要让它关起来。对，那我们如果是上下那个电车、路面电车的话，他们也会帮你有时候会帮你抬那个车子，而且。看到，如果你是带着小孩或是推着婴儿车，都会让座。我们之前有一次不是在赶那电车，就电车来了。对，因为多伦多电车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准时，所以有时候来那一班，我们就会很珍惜要上去的机会。我们有一次又在后面小跑步，想说要追到那个电车。对，就后来你会发现里面很多人直接手就伸出来，直接把门卡住。对，全部我跟你讲那个画面。就是要让你有办法顺利，让你顺利可以上车。对，可是里面电车人非常多，你记不记得那一次？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画面很感动。还有就是小朋友的公园。这边小孩的资源超级多。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这边有所谓的早教中心、图书馆，然后图书馆可以免费借超多书。对，而且我们每个礼拜六他们的图书馆还有说故事的时间。对 ，story time。对，然后你如果在市区走2-3步，其实就是一座公园。然后公园都会有户外游乐场。游乐场最大的特色就是你不用排队。因为到处都是公园，到处都是户外游乐场。对米格来说，他已经去过数十个不同的公园，不同的公园有不同的那种主题感觉，有一些那种木头制的，对，那有一些他是比较在意是那种攀爬的，还有一些公园是玩水的，玩水玩沙的都有。对小朋友来说，其实是一个新世界吧，很欢乐。如果你是带小朋友来加拿大，你会明显的感受到，其实小孩眼中是发光的，他的幸福感是很高的。而且不是听说就是在加拿大。以整个阶级来说，这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加拿大其实是没有什么阶级制度的，但是我们有隐性的感觉到加拿大有一个礼遇的制度。礼遇制度，对，就是排在那个食物链的最上层，最礼遇的是小孩子。那第2名的话，再来是老人，就是所谓的长辈。长辈，对。然后第3名呢是女生或是妇人。那第4名呢？第4名是不是就是我们底层？对，是我们吗？不是，第4名是狗。是狗。对，就是第4名反而是宠物，排在最下面的那一层才是男生。对，这个是这边隐性的阶级制度。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带着小孩推着婴儿车的，真的在走在路上就是各种礼遇，对，各种感受到所有人对你的善意。相对来说，我觉得蛮有那种尊荣感，或者是蛮有那种。被关心跟照顾的感觉。关于儿童教育的部分，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之前也有聊过的。分享我们的这边的优点的最后一点，5点。如果台湾的交通算是行人地狱的话，那加拿大的交通就是行人的天堂。天堂怎么说？太夸张，天堂。因为这边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塞车跟堵车，看我上一集就知道了。发现就是路口只要有行人靠近，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让行人去走。而且这边就是。不管是过马路或者是再繁忙的那个街道，就是车开得多快，它靠近路口，它一定会停下来。这即使是没有那种红绿灯的路口，就是那种小巷子交汇，其实车跟车都会互相礼遇。我们很常因为我们的挡风玻璃是没有贴隔热纸，所以都是透明的。所以其实你娘很常看到我就是跟
车子跟外面的行人在打招呼跟挥手，示意他们可以先走，可以先走什么的。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会反映的一个现象。你看到周遭人都这样，你就会跟着。例如说你很接近斑马线或什么，你就会慢慢停下来。也不一定是行人啦，脚踏车。哦，这边的脚踏车、行人的那个路权是大于开车的，是不是？整个北美好像行人的路权都很高，但是这边的习惯就是，然后经过路口看到路口就会停下来，不管它有没有那个 stop 的标志。当然绿灯的话，我们还是会稍微看一下两边是不是有行人要过或者什么的。即便这边遇到红灯是可以右转，大家还是一样。非常的会先留意，就是周遭的一个状况。而且很神奇的是，这边交通不是很乱、很堵吗？就很塞车。这边很少车祸。我们在多伦多市区半年这样住下来，我记得我看到应该只有1件或者是2件，几乎看不到车祸。对，就路上塞车很常是因为施工，对，比较少是因为车祸事件。而且其实高速公路大家开的真的算快。非常快，有一次他开120，我想说为什么周遭的车还咻咻咻咻咻？如果我开120，旁边的车都会超过我的话，那他们大概130、140，对，可能更高。对，可是你开这么快的情况下还很少车祸，我觉得这点真的很神奇。那主要我们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加拿大这边开车的那个礼让是一种文化吧，所以导致这边的车祸可能也会比较少。对，这就是相辅相成的啦。以上呢，这5点就是我们真实生活在这边将近快要半年时间，我们的一些体会。那当然，如果你也生活在加拿大，你觉得还有一些优点我们没有讲到的，那也非常欢迎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生活在哪个城市都会有所谓的优缺点，一定会。那虽然说今年多伦多治安其实蛮可怕，但其实你只要避开一些危险的区域，然后保护好你的家人跟小孩，其实大多数加拿大人其实都很和善的，而且这和善跟这种礼貌的感觉是发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边的店员跟这边的路人都很和善，跟很愿意去跟你做到 small talk。对，你会很有感觉的。所以如果你是有兴趣想要来加拿大生活的朋友，我们能做的就是把真实的现状跟优缺点都分享给你们去评估。那希望这部影片可以真实的帮助到你们。喜欢这集的朋友，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精彩的内容哦。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喽，拜拜。我要讲的是，就是虽然说这边的物价跟外面吃饭比起来是很，我还讲什么？虽然这边物价比起，想怎么样？